一場看似安靜卻相當罕見的宇宙奇觀正在夜空中悄悄展開。它沒有爆炸，沒有閃光，也不會像日全食那樣讓天空突然暗下來。甚至它的名字聽起來可能比你真正看到的畫面還要戲劇化——藍月亮。但先別急着想象一輪藍色的月亮從地平線上升起，因為這一次月亮不會真的變成藍色。真正罕見的地方不在顏色，而在時間，在距離，也在它和周圍星空之間那一連串剛好重疊的宇宙巧合。5月最後一個夜晚，天空將迎來本月第2次滿月。按照現代最常見的說法，這就是所謂的藍月亮。這個名字很有名，也很容易讓人誤會。很多人以為藍月亮就是月亮變藍，但天文學上的藍月亮通常指的是在同一個月份裡出現第2次滿月。這背後的原因其實很簡單，月亮從一次滿月走到下一次滿月大約需要29天半。可是我們使用的日曆月份，有的30天，有的31天，兩套時間系統並不完全對齊。所以只要日期剛好卡在某個位置，同一個月裡就可能出現2次滿月。也就是說，這個藍不是顏色，而是日曆裡的一次少見重疊。但這一次故事還沒有結束，因為這輪滿月還剛好出現在月球運行到遠地點附近的時候。遠地點就是月球在繞地球運行時距離地球最遠的位置附近。我們平常看月亮總覺得它每天都差不多，但其實月球繞地球的軌道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圓形，而是一個略微拉長的橢圓。所以月亮有時候離我們近一點，有時候又離我們遠一點。當滿月發生在比較靠近地球的位置時，人們常把它叫做超級月亮。那時候的月亮看起來會稍微大一些，也稍微亮一些。反過來，如果滿月發生在月球距離地球比較遠的位置，那它就會顯得略小、略暗。這就是所謂的微型月亮。所以，這一次不是普通藍月亮，它是一輪微型藍月亮，一半來自日曆的巧合，一半來自月球真實的軌道位置。這也正是它迷人的地方。它不是靠震撼的視覺效果吸引人，它靠的是精準，靠的是時間、距離、軌道和日曆在同一個夜晚剛好咬合在一起。你抬頭看到的可能只是一輪明亮的滿月，但在那個看似平靜的圓盤背後，其實藏着一套正在運轉的天體機械。地球在轉，月球在繞，日曆在前進，而我們只是在某一個剛剛好的夜晚站到了這個宇宙節點的正下方。不過，真正讓這場夜空表演更有層次的，還不只是月亮本身。在滿月附近，細心的觀星者可能還會看到一顆帶着紅橙色光芒的亮星，它就是天蠍座的星宿2。星宿2的顏色非常醒目，在古代觀星者眼中，它像一顆燃燒在夜空中的紅色心臟。而這一次，它將出現在滿月附近，一邊是蒼白明亮的月亮，一邊是紅橙色的星宿2。這種對比不激烈，卻非常安靜，像是夜空裡一個低聲安排好的畫面。如果天氣晴朗，地平線開闊，月光又沒有完全壓過星光，這顆紅色亮星就會為整個畫面增添一種不容易被忽略的細節。也就是說，這不是單純看一輪滿月，而是在看月亮和星星之間的相對位置，看一個宇宙畫面如何在幾個小時內慢慢展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這輪微型藍月亮前後，夜空還會出現另一層變化，幾顆明亮的行星將在清晨或傍晚的天空中陸續登場。金星會非常耀眼，它通常是夜空中最容易辨認的行星之一，亮得像一盞掛在天空邊緣的燈。火星則帶着微微的紅色，不像金星那麼刺眼，卻有一種低調而明顯的火光感。土星的位置可能比較低，靠近地平線，需要開闊視野才比較容易看到。而水星永遠是最難捉摸的一位，它總是靠近太陽，出現時間短，位置低，稍不留神就會消失在晨光或暮光之中。但如果你站在一個視野開闊、沒有高樓遮擋的地方，又剛好選對時間，
水星可能會短暫露面，就像宇宙舞台上一位不太願意久留的配角。而在接下來的幾天裡，另一場行星故事也會繼續推進。金星和木星會在傍晚天空中逐漸靠近。從地球上看，它們像是每天晚上都在彼此靠攏。這種現象叫做合相。當然，這並不是說兩顆行星真的在太空中靠得很近，它們之間的實際距離仍然非常遙遠。只是從我們站在地球上的角度看，它們剛好出現在天空中相近的位置。這就是天文觀測最迷人的地方之一。有時候，我們看到的不是物體本身的距離，而是視線、角度和時間共同制造出來的宇宙構圖。所以這一次，真正值得看的，不是一個孤立事件，而是一段連續的夜空故事。先是微型藍月亮升起，它提醒我們，月亮看似熟悉，卻一直在不同距離上運行。接着，星宿2出現在附近，一點紅色星光，讓蒼白的滿月有了對照。然後，幾顆明亮的行星在清晨與傍晚的天空中接力登場，金星、火星、土星、水星，還有接下來逐漸靠近的金星與木星，它們共同把一個普通夜晚變成一場緩慢移動的宇宙劇場。你不需要望遠鏡，不需要專業設備，只需要一片盡量開闊的天空。日落後，可以先往西方低空看，尋找明亮的行星。月出時分，再往東方或東南方望去，看那輪滿月慢慢升起。如果天空夠清楚，再試着尋找月亮附近那顆紅橙色的星宿2。接下來幾晚，也可以繼續觀察金星和木星的位置變化。你會發現，天空不是靜止的背景，它一直在移動，只是多數時候移動得太慢，慢到我們忘記它正在發生。這也是為什麼這輪微型藍月亮值得一看。它不會用誇張的方式震撼你，不會像流星雨那樣劃破夜空，不會像彗星那樣拖着長長尾巴，也不會像日食那樣改變整片天空的亮度。它的美藏在細節裡，藏在一個問題裡：為什麼同樣是一輪滿月，這一次卻不太一樣？答案是，因為它剛好站在3條線的交匯點上。第一條線是月相週期，第2條線是月球與地球之間不斷變化的距離，第3條線是我們人類用來安排生活的日曆。當這3條線在同一個夜晚交匯，藍月亮和微型月亮就被放進了同一個故事裡。這也提醒我們，宇宙的精彩不一定總是轟轟烈烈，有些時候它非常安靜，安靜到你如果不抬頭，可能就錯過了。一輪看似普通的滿月，其實正在告訴我們，我們的時間表從來不是單獨存在的，它和月亮的節奏有關，和地球的位置有關，也和整個太陽系的運行有關。所以，當你在那個夜晚抬頭，看見月亮掛在天空中，不妨多停留幾秒，不要只看它亮不亮，也不要只問它藍不藍。你真正看到的是一個由日曆、軌道、距離、星光與行星共同編排的短暫畫面。這場表演不喧嘩，卻很難得。它沒有門票，沒有圍欄，沒有前排後排。只要天氣允許，只要你願意抬頭，整個天空就是你的座位。而這一次，宇宙把最好的位置留給了所有願意觀看的人。